路车程，总算到了马赛部落。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，马提亚斯一到家，放下行李，急慌慌地带住小五就去了羊圈。小五以为马提亚斯是出门太久，着急想去看看他的财产，没想到马提亚斯的话差点让他泪奔。这羊我送给你吃，一到部落就感动。上一次来马赛部落，马提亚斯送羊给小五吃，这次才刚到，马提亚斯又安排上了羊。牛羊在马赛部落，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根基。牛羊象征住财富，他们平日里自己都舍不得吃，却把最贵重的东西送人，这点特别难得。羊是马提亚斯给小五最高级别的馈赠，太贵重了，小五不忍心要，可马提亚斯一定要杀了给他吃。小五只好说给钱买，但马提亚斯坚决不肯收钱。小五明白马提亚斯非得要送羊的原因，淳朴的马提亚斯在表达谢意。让小五感动的不是得了这只羊，而是将心比心的心意。在小五那，小五对马提亚斯非常好，吃的喝的用的都给买，工资还高出同行一大截。马提亚斯一回家就想感谢他，拿家里的东西感谢小五，这才是最大的诚意。马提亚斯把小五的好全都记在心上，这才促使他把家里最贵重的礼物送给小五。外界或许对非洲人印象不是很好，觉得非洲人爱算计，没有人情味，处处计较，自私。但在马提亚斯所在的马赛部落，真感受不到这种风气。马提亚斯这不仅民风淳朴，家庭关系还都很紧密，父母爱着孩子，孩子孝敬着父母，夫妻关系也很亲密，哪怕是娶了几个媳妇，也不影响马赛男人对家庭和媳妇负责。到了马提亚斯的家，就必须去见他的父亲，他和父亲住得很近，相当于楼挨楼。马提亚斯的父亲是所有马赛部落的最高级别长官，他可是妥妥的官二代。许久未见爸爸的马提亚斯小儿子一个劲地黏在他身上，小家伙长得肉乎乎的，和马提亚斯超级像，靠在爸爸腿边，一定要爸爸抱住玩。小模小样的实在太可爱了，吃了最贵重的馈赠。马提亚斯送给小五的羊，小五也不打算带走，就直接宰了拿来当晚餐。马提亚斯媳妇不习惯应酬，很腼腆，人却十分和善，知道一会要炖羊，趁马提亚斯处理羊时提前升起了火。马提亚斯家的厨房非常落后，四周是木棍挨挨挤挤做成的木栅栏，没有牯牛粪，很是简陋，2块大石头一放就是灶，屋顶更是透风透气，密实度还不如四面的墙。支好大锅，倒入水，起火炖肉，火不炙热，从傍晚煮到天黑。肉还没熟，小五不得不加大柴火继续炖。夕阳西下，马提亚斯的爸爸也放牧归来，赶回来的大羊都要关进羊圈。羊圈是拿一根根小孩手腕那么粗的树木围成，密密实实的高栅栏，一节深埋进土里，一长节露在空中。这种方式可以防野生动物来偷吃。为了安全，小羊得分开管理，关进室内。羊群一回圈，马提亚斯的大儿子就钻了进去，他要去把小羊抱出来。寝室管理可不能乱，必须各回各寝室。在马赛部落里，小孩从小就帮着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，勤劳在潜移默化下影响住部落的所有人。一到马提亚斯的家，小五对哪都好奇，到处走，到处看，不一会就摸到马提亚斯的粮仓。这可是马提亚斯家过旱季时的囤粮，从木条缝里往里看，囤粮数量多到让小五吃惊，太出乎意料。满满的一粮仓玉米粉，就是他们用来做主食手抓饭的原材料，多到门都被堵上了，推都推不开。这些粮食可不是买的，而是马提亚斯的农场里种出来的。小五这次跟住回村才知道马提亚斯有多牛。马提亚斯不仅是官二代，养着近100头牛羊，还有1公顷的农场，1公顷可是1万平方米，这家底丰厚的让小五羡慕。就这条件还外出打工赚钱，太勤劳了。
富豪马提亚斯的牛回来了，乌泱泱的一大片，这可是移动的当地币呀！好久没回来，马提亚斯格外想念这些牛，看牛一回圈，立马冲进牛圈，对住小牛犊又是亲又是抱。以后我得喊你老板，这么大产业，小五都眼红了。羊肉炖了几个小时，从傍晚炖到天黑透，总算可以开吃了。蘸住酱油，美味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。马提亚斯看出大家吃着羊肉，也是高兴得合不拢嘴。吃完了饭，小五夜宿车里。马赛人不一样的早上6点不到，小五被冻醒，这里温差太大，车上开着暖气都还寒得很。马提亚斯的媳妇一早就去挤牛奶给小五做早餐，马提亚斯则去牛圈羊圈清点数量。部落里的大孩子们准备出门放牧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马提亚斯的财产里可不止牛羊，还有驴，只是驴养的不多。在马赛部落，一到旱期，水就变得十分稀缺，想要囤水就得去几十里外的地方买。驴变成了运水的车。马提亚斯看出小五对驴这么感兴趣，顺嘴问了一句：吃吗？这是真的顺嘴，因为马赛人是没有吃驴的习惯。作为中国人的小五可不忌口，顺着话就说要吃。驴似乎也听懂了这两人的谈话，吓得连连后退了2步。马赛人的一早特别充满活力，妇女起来后就去做一家人的早餐。男人和大孩子吃完早餐就赶着牛羊出去放牧，天黑之前才回来。小点的孩子帮着妈妈做些家务。看住孩子们聚在一起玩，小五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糖和饼分给他们。单纯的孩子们就这样吃着、笑着、跳着。分完住，小五看住这活泼的一幕，心里暖暖的。礼尚往来，再开个舞会。礼尚往来，小五吃了马提亚斯的羊，他也想请村落的人吃羊，和马提亚斯一商量，一行人决定去买2只羊来给大家开落。马赛部落有个习俗，每月杀1头羊，全村落一起吃，每家每户轮住杀。吃完后，男人们就围着火堆跳起马赛舞。别看马提亚斯家羊多，但都是不卖的，像小五这种要羊来吃的。马提亚斯都舍不得卖掉自家的羊宝贝，带着小五去了有多余羊的人家那买。这一趟和马提亚斯出来，小五才发现当地人对马提亚斯相当尊敬。那也不难怪，人家可是官2代。2只羊买好后，马提亚斯叫来一辆摩托车，专门去30里外的地方买水。河水早就乾涸，生活用水、牛羊用水全都得靠买。这2头羊必须等水买回来后才能处理。村落的人听说小五晚上要请大家吃羊，在家的男人们也都出来帮忙处理清洗。很快，羊肉就上架烤上了。吃着羊肉，喝着啤酒，男人们天南地北的聊着天。酒足肉完后，男女女聚到平常搞晚会的地方。孩子们图热闹，围着篝火到处跑，女人们坐在屋檐下闲话家常，男人们3、3两两地站在一起，等住篝火烧旺。马赛的舞蹈可是具有相亲的功能，谁跳得高，谁就优先找媳妇。女人们要是相中哪个跳得高的，也可以直接带走，这要跳不起来，找媳妇都会被嫌弃。晚餐喝酒喝嗨了的长老也加入到跳舞的队伍里。别看都是爷爷级的人物，蹦的可是一点都不低。太晚了，大伙渐渐散场，回家休息。小五还没尽兴，马提亚斯和他的朋友便继续陪着小五喝酒。在外部光源的反射下，小五意外发现马提亚斯和他朋友的眼睛颜色居然和自己的不同。第一次发现这一现象，小五以为是自己眼花，可再看依然和自己不是一个颜色。他们眼睛是红色的。再检查自己的眼睛，同一处光源，自己的眼睛依旧是黑色。原来这就是马赛人视力好的原因。马赛人视图好到什么程度？不仅能辨认出1公里之外的人是谁，还能看清10公里外青草丛中的狮子。在夜里，他们的眼睛会发红光，具有夜视功能。有传言说，
马赛人的势力可以达到6.0，更好的甚至能达到8.0，这可真是火眼金睛。吃好玩好，夜太深了，小五上车睡觉，明天启程回达累斯萨拉姆。又是离别时，早起后，小五便去和马提亚斯父亲告别，一会去20里外接上木头头，就出发回家。马提亚斯父亲知道小五要走了，特别的不舍，不停地牵住小五的手。天下父母爱子之心都是一样，小五对马提亚斯的好，他父亲自是知道，也是感激不尽。等马提亚斯收拾行李的空档，马提亚斯老爹的二老婆叫住了他，询问小五有否帮他俩拍张照，为了能有一张和丈夫的合影，他还特意装扮了一番，记录美好。小五自然乐意。马提亚斯收拾好东西，老婆含着泪送了出来，小儿子贴着腿依依不舍。短暂相聚了2天，又要分开，马提亚斯媳妇和孩子都格外的不舍。要不然带你媳妇一起去达累斯萨拉姆吧。小五看出这一家子难舍难分的也不落忍，乾脆让他带着媳妇一起去。大别墅里再住个人完全没有问题，但马提亚斯拒绝了，媳妇还要留在家看牛羊。马提亚斯和妻儿告别的画面，像极了中国80年代的普通家庭。男人外出打工赚钱，女人留守大后方，每当分别时，也都是泪眼婆娑，木头头失踪。再多的不舍也要离别，马提亚斯媳妇实在难受，又不能当住小五的面哭，只好转身回了家。马提亚斯狠了狠心，坐上车和小五朝住木头头家开去。到木头头家后，才发现木头头失踪了，到处都找不到人。问了一圈才知道，原来他去给小五买羊了，今日出发回达累斯萨拉姆。木头头知道小五一行人要来接他，一早就出去买羊。小五让马提亚斯赶紧找人，务必拦住，这才来2天就牵了3头羊，再吃真吃不下了，赚钱不容易，不能浪费。等了木头头整整2小时，这小子才牵着羊回来。还好来得早，要来晚点，怕是羊就上架开烤了。心意领了，小五坚决不让木头头杀，让他牵回他的羊圈养住。太实在了，来这里，一人给我整1头羊。小五招呼住木头头去收拾东西，准备回城。木头头刚当上爹才2天，又要和家人分开，很不舍得。小五看住心酸，让他带着媳妇一起去达累斯萨拉姆。反正孩子还小，他媳妇除了带娃也做不了别的，在哪带都是带，乾脆一起走，省得惦记。但木头头考虑到孩子太小，路途太远，虽然特别不舍，还是强忍情绪，安顿家人，收拾行李，跟住小五出发回达累斯萨拉姆。没事，过段时间再回来吗？和他俩回一趟马赛部落，把小五感动坏了。这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能触动小五内心最柔软的那处地方。村落里的人都很善良，比起外面的世界，这里更像世外桃花源。与人为善，何尝不是与己为善？